一块只有178克的5.4寸触摸显示器，能帮你直接控制相机参数，点屏对焦、套 LUT、拉长腿，现场调色，变形宽荧幕也能一键拉回正常比例，还顺手帮你在微小项目里当导演监看。这块就是艾肯的 LH5C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。我这2年一直都带着索尼微单在外面跑，机身自带的小屏幕大家都懂，光线一强就看不清对焦准不准，全靠感觉。拍 S-Log30 画面灰，因为每次场景不同，也想不到成片大概是什么样。虽然外露一体机画质好，但贵重还吃电，还不太适合轻量化上阵，所以我一直都在找一块小轻但功能尽量全的监视器，能真正的融进日常的拍摄工作流，而不是再多带一块负担。艾肯的 LH5C 上手这段时间下来，我感觉比较简单，它不是堆参数的那种，而是把几个很具体的功能，把现场拍摄的一些很真实的小问题一个一个的给你解决掉了。先说我最上头的点，相机控制。LH5C 通过控制线连接上相机之后，光圈、快门、ISO、白平衡这些核心参数都可以直接在监视器的触屏上更改。我最开始用是在稳定器上拍运动镜头，以前要是临时觉得画面太亮，得先把稳定器停稳，再去摸相机背面的小按键，调 ISO、调光圈，因为怕手重导致重新调屏，来回一折腾，节奏全被打乱。现在我看着 LH5C 这块大屏，手指点2下就能把 ISO 拉上去，把光圈收一档，画面实时跟着变，人和相机都不用挪，稳定器也不用停。尤其是冬天戴手套或者高强度跑动的时候，少碰一次机身就是少一点抖动和意外。更关键的是，有线控制不止索尼，艾肯把佳能、松下、Blackmagic、Zcam、尼康这些品牌也做了进来，覆盖了多台机型。对我们这种经常喜欢折腾不同机身的人来说，这块屏幕不是绑死在某一台机器上的消费品，而是可以跟着机身一路升级的那种工具。第二个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的就是触摸对焦和跟踪框对焦。HM4 和 A7S3 自己的对焦系统已经很强了，但你在3寸的小屏上点一点对焦，有时候手还是会伸到奇怪的角度去碰机背。LH5C 换成5.4寸触摸屏之后，选对焦点这件事儿上就变得特别的直观，画面哪个位置是主体，手指点一下，画面马上就过去对焦。跟踪对焦框的逻辑就更简单粗暴了，点中一个人脸或者一个物体，相机就会一直跟着它追焦，你怎么调度，怎么走位，主体还在画面里，焦点也不会掉。如果你在拍一支产品的小短片的时候，直接在 LH5C 上点了产品，无论后面运镜怎么走怎么甩，你就只管走位和构图，监视器上那个跟踪框会一直咬着产品，对焦这件事儿基本就从脑子里被卸载掉了，整个人也都会轻松很多。第3块是 LUT 和 HDMI 输出这一个环节，很多人和我一样用 A7 系列拍索尼的 S-Log30， 机背看着都是一块灰蒙蒙的东西。以前在现场甲方看着那种灰色的画面，总会要问一句，最后剪出来的是彩色的吧？ LH5C 支持导入自己的 3D LUT， 你可以提前把常用的709转换 LUT， 自己调的电影风格 LUT 丢进去，拍的时候一键切换，还可以把套好的 LUT 画面通过 HDMI 输给旁边的导演监视器，现场所有人看到的都是接近成片风格的颜色和对比度。拍城市夜景可以在 LH5C 里切换几套 LUT， 看哪种氛围更贴合片子的主题，在现场就把风格给定了，后期不会出现那种你脑子里是一个片儿，甲方脑子里是另一个片儿的分歧。对我自己来说，套了 LUT 再看曝光，也比盯着一块灰 log 靠波形图盲猜要踏实很多。然后是 LH5C 上一个挺短视频思维的功能，竖屏拉长腿。现在竖屏内容已经是常态了，大家拍全身照的时候都希望人物能显得高一点，再利落一点。LH5C 内置了这个模式，就是专门给竖屏人像用的。当你把相机竖过来拍全身，打开拉长腿，在监视器上看到的就是下半身被轻微的往下拽了一下的效果。
整体的比例会显得更修长，适合各路颜值博主的兄弟们。当然这里要说明一点，拉长腿是监视器的预览和 HDMI 输出的效果，相机里录的还是原始画面，但这反而是优点。你在现场可以预判一下，把腿拉这么多是不是合适，被摄主体和短片导演都看着这块屏，懂的都懂，后期再按照这个参考去做增高就行。变形镜头校正这个功能是给喜欢玩变形宽荧幕镜头的朋友们准备的。用过变形镜头的都知道，相机原机屏幕看出去的画面是被挤瘦了的，你需要在脑子里一直想象拉开之后是什么样。LH5C 直接提供了 1.33、1.6、1.8、2.0 这些常见倍率的去挤压选项，还可以自定义从 0.25 到4倍的比例，这样你在现场直接可以看到的就已经是拉回常规宽荧幕比例的画面。我之前拿一支扁宽在 LH5C 上调好比例的那一刻，心里的那口气也直接就放下来了。构图是不是舒服，人物站位是不是好看，一眼判定，而不用再脑补。而且这套去挤压之后的画面同样也可以通过 HDMI 输出给导演和甲方看，他们就不会站在你身后问一句你这画面是不是拍错比例了。说完这些偏花活的功能，再聊一下它作为监视器本身的素质和细节。LH5C 机身只有178克，屏幕5.4寸，配上 A7M4 和一个轻量云台，整体重量范围是在大多数创作者都能接受的范围里。2小时在街上的手持乱拍，手腕不会有那种崩溃感。它用的是常见的 NPF 系列电池，一块 F550大概能顶3小时左右，拍长一点可以用 USB-C 接个移动电源续命。这种供电方案对于我们这种已经堆满 NPF 的人来说是最省心的，因为通用性最高。屏幕亮度官方给的是800尼特，配上遮光罩，日常户外基本够用。正午狠一点的大太阳直晒，它还是会有些吃力，这个我客观的直说。也的确，很多监视器到了这种环境也得靠遮光和人来自己调角度，但整体的说，只要不刻意顶着太阳拍，它的可视性还是让我放心的。色域覆盖官方说是 85% 的 DCI-P3， 实际看颜色是比较讨喜又不夸张的，套 LUT 之后看画面不会有偏的离谱的感觉。监看工具方面，波形、伪色、峰值对焦、直方图、矢量、视波这些基础的监控它都有，图像叠加功能对比、辅助构图也能找得到。日常拍片时你想看的那一堆信息都能在屏幕上开出来，配件也自带了冷却支架、遮光罩、迷你 U 盘，这些就不多说了。真正让我觉得加分的是它那块 8K 规格的超细的 HDMI 线，直径大概在 2.5 毫米，软而且轻，挂在相机和监视器之间不会吊着接口，也不会像之前那些硬线一样到处乱拽，尤其好用。最后简单说说我眼里的 LH5C 适合谁。第一类是经常一个人拿微单拍视频的创作者，你既要当导演又要当摄影，还要盯着对焦和曝光，它可以帮你把这些负担拆掉一部分，监视器上搞定参数、对焦、LUT 预览，你只管内容。第二类就是大量做竖屏内容短视频的博主，它的拉长腿实时调色器自带竖屏螺丝孔，加上 LUT 和竖屏的预览，会让你在现场就能把画面的风格定得更准。第三类是爱折腾画面质感的摄影师 ，S-Log3 变形镜头、电影 LUT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没有一块靠谱的小尖，现场很难把控。当然它也不是完美的监视器，800尼特在极端的正午下还是会吃力一点。触摸、跟踪、对焦这些高级功能目前只对索尼很友好，其他品牌可能还要看后续的固件升级跟进。再加上所有的功能都要靠线连上相机这一点，你的线材管理要稍微的用一点心。但对我来说，这些都属于知道就行的小问题，不影响它整体上提升工作流的价值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依旧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、不会或者公司的玩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见。